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2个，第一个 TikTok 究竟花落谁家？第二个证据，中国正在监控全世界啊，这是2个新闻，这2个新闻我都想说，所以我们今天就讲2个，我就尽量的把速度讲快一点啊。TikTok 明天到期，就是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是明天到期。在明天到期之前，必须拿出一个方案来交给白宫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微软收购这个 TikTok 的业务正式告吹啊。微软已经正式的表达了这个情况。然后就是字节跳动，就是北京字节跳动决定呢，他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这个 TikTok 的美国营运权卖给这个 Oracle， 就是甲骨文啊。那么甲骨文宣布在美国是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这个交易呢就不会涉及这个美国TikTok 美国业务的买卖或者是资产股权等等都不会涉及，只是一个授权经营啊。那这个方案呢要提交给白宫和中国政府的同意才行啊。这个方案其实不符合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川普总统行政命令是这样的，要么买断，就是要么卖断，要么关闭啊。行政命令其实就是这2句话，要么你就卖掉它，要么你就关掉它啊。那么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说，除非川普总统让步，就是说你不卖，但是你把这个运营其实不是运营，其实数据库管理。Oracle 是做数据库的 ，Oracle 是最大的数据库供应商，最权威，基本上毫无疑问，这个所有的大的公司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 Oracle 的啊。所以抖音也好，这个 TikTok 也好，它的数据库一定是 Oracle， 那么它来管它的数据库啊。所以呢，这个白宫会不会接受，或者是川普总统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啊？现在这个方案是是有点赌什么呢？如果川普总统不接受这个方案，意味着什么？那么也就是说 TikTok 要退出美国市场。那么这里面就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川普总统去怎么实施这个行政命令？你想一下，实施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说你不可能上来就说关掉，然后服务器关，大家全部都黑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一，他怎么实施这个行政命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年轻人 TikTok 的用户全是年轻人，16岁到24岁啊。那么你川普总统要把它关掉，那你要得罪这些用户啊，得罪这些用户影响什么？影响选情啊。你想16岁到24岁，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有选票了。那川普总统要冒这个险，这就是其中一个赌啊。那么现在《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路透社包括 Bloomberg 都在报这件事情啊。那我们来讲讲，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形势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字节跳动已经拒绝了这个微软的收购方案。微软是真正的收购啊，其实 Oracle 不是收购， Oracle 是接管它的一部分业务，然后入股一部分。它的方案是这个，然后给他一个地位叫什么信任的合作伙伴，那是给个理由啊。其实是让他去管理这个数据库，管理美国的资讯，美国用户的这个数据啊。那么 Oracle 的这个背书呢，可以满足什么呢？满足川普总统提出这个案子的一个诉求。这个诉求就是川普总统讲，你微信也好，这个 TikTok 也好，在你的数据库里面有我们美国人的
信息，个人信息啊，这个信息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所以这是有危险的，这会影响国家安全，这个理由是很正当、很充分的。那么他把这个 Oracle 找来，哎，我的数据库交给你来管，那我就没有泄露这个用户数据的这个风险了吧？这基本上是可以满足这个诉求啊。但是你从这个当大家回想一下啊，就是川普总统在提出不卖断就退出或者就关闭的这个政策宣示的时候，其实当川普总统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在这个条件下，川普有没有可能答应啊？这里面这个方案解决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北京就中国政府做了2件事啊，做这第一件事情，让 TikTok 去告美国政府啊，告美国政府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一个官司。发生一个官司其实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不想卖，讲到底就是不想卖。因为当你涉及一个这样的官司的时候，其实这个官司需要时间打下去的。那你要打下去的话，那你谈什么谈？有什么好谈？没什么好谈。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北京这边就是中国政府把这个 TikTok 的算法，就是关于这个用户习惯的这个算法，放到什么呢？放到限制出口技术的这个名单里面去。也就是说，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真的要卖 TikTok 美国业务，你得来申请。也就是说，他不想让他卖，所以呢，不想让他卖是中国政府的意图或者是意愿。这个方案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至少北京不会反对这件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由 Oracle 来管理这个美国用户的数据啊，那么当然就完美的回答了白宫的诉求，这是第二个方案。但是这里面还有2个不能放到台面说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川普总统这个对 TikTok 下手，就是把 TikTok 和微信拿来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对他们下手。其实一方面呢是要干什么？一方面要消除什么？消除微信也好 TikTok 也好眼见的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大选，就是把这个中国政府有可能通过这2个渠道去影响甚至是干涉美国大选这个路径给它堵上，这是第一个意图。这个意图不能讲啊，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个人恩怨。什么个人恩怨？川普总统一直在讲中国政府希望他下台，希望他输掉。但是如果你把这2个事情一讲出来，别人就觉得你公器私用，所以这不好讲啊，这话不好讲。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关掉是吧？你可以卖给美国公司，你只要卖给美国公司，你的业务卖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把后台打开一看，就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怎么干的，你干的程度到哪里。这是这个中国政府最不想看到的。这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中国政府很清楚川普总统的意图，很清楚，所以他上来就不想这个字节跳动把 TikTok 卖掉，不想他卖。所以中国政府从一开始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等于关掉了字节跳动把 TikTok 北美业务卖掉的这条路是已经封死的。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第一不能卖啊，就是你看中国政府所有的动作都围绕着不能卖这件事情展开啊，因为不涉及如果这个方案不涉及算法，也不涉及背后的操作，那才可以接受。所以这个方案是针对
是解决这2个问题的啊，解决这个，其实主要是解决什么？中国政府的问题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对于北京字节跳动来说，他想不想卖？他非常想卖。为什么？你想一下，你的业务在美国，然后你被美国政府盯住了，你不赶紧卖掉，套现走人干什么？一定是非常想卖掉，因为这是个麻烦，这是块烫手山芋啊，不卖掉不好弄的。但是北京那边又不让他卖，因为一卖你涉及到后台的东西，不想让别人看到，那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找个什么呢？大家知道 Oracle 的老板跟川普关系非常好，这件事情呢，你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就是 Oracle 怎么跑出来的？因为 Oracle 它是卖数据库的，它跟这个，你说微软对这个 TikTok 感兴趣，很可以理解，因为微软一直就没赶上，就是这个手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个大潮。这个微软先是塌掉了这个互联网热潮，没赶上，后来辛辛苦苦爬上来，然后爬上来之后还没喘2口气，移动互联网跑出来，他又塌掉了这出大戏。所以对微软来说，花多大的代价去买 TikTok 对他来说真的是很重要，他有战略上的需要。微软买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有战略上的需求，就是赶上这个移动互联网，然后赶上这个美国的年轻人，所以微软是真正的一个收购者。Oracle 就是打酱油的 ，Oracle 它做数据库的，它根本不运营，它不运营这种媒体，它既没有资源，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所以 Oracle 这个跑出来这件事情，到底是川普打电话给 Oracle 的老板说，哎，我这里有一单东西，你要不要过来搞一下，便宜你哦，这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第二个，有可能是 TikTok 自己找的，觉得哎呀，这个既然我要解决川普的这个意图，但是又不想给他看后台，谁最好？ Oracle 我供应商啊，这是我数据库的供应商，我通过这个供应商，我把这个数据库管住了，不就堵住了白宫的嘴了吗？这有可能 TikTok 自己就被字节跳动自己想出来的方案，然后让人去找什么？找这个 Oracle。哎，你看他跟他老板跟川普关系又很好，让他来堵他的嘴，比我们工作好做，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但是这件事情也可能是很符合什么？很符合川普总统的这种就是风格，还真那就做生意的人，生意人很喜欢这么干。哎，我有个什么好处？来，你来，就有这种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谁干的？有可能是投资银行干的，投资银行专门东拉西扯嘛，资源整合嘛，就是投资银行不去干这个事情嘛？有可能，这3种可能性都有，不好说啊，不好说到底是谁。所以呢，现在这个案子是什么？这个案子呢，就到了哪里？到了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了，球又到了他那儿去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有4个因素。第一个因素，选举因素啊，你想一下，如果川普总统不接受，那他面对一个什么？面对一个风险啊。TikTok 在美国有2600万活跃用户，2600万，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在美国真正一个很大的数字。60%年龄是16岁到24岁，就超过一半的是年轻人啊。那么16岁到24岁，那你想一下，大部分都是有投票权的了啊，这是，所以这件事情有选举因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技术因素啊，就关于这个算法的问题啊，算法当然这个算法不是完全不可替代啊，就是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它的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它
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它最受欢迎的部分是推荐。这种推荐呢，你就不要想啊，它自动推给你啊，然后就根据你的这个反应，看多长时间来分析你的爱好，然后慢慢的琢磨出你的所有的爱好来，然后就推，你没有选择权，你就是被动的接受就好了。这就是抖音或者 TikTok 的做法。这个算法呢，有很牛吗？也没那么牛啊。这跟西方人的思维有点不一样。西方人的思维就是包括 Facebook 也好，包括 Twitter 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些自媒体也好，他会提供一些选项啊，会提供一些推送，但是他会保留大部分的用户的自己的权利，就是你自己选。我会根据选做出一些建议，但是他不会全控，他会留给用户一部分控制权。但是 TikTok 也好，这个抖音也好，它是全控。其实不是说它很牛，是这种方式并不是很西方，但是似乎这个方式很受欢迎。所以其实美国的这些平台，它的算法不一定比它差。只是他有没有用这种思维去安排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啊，这是个权衡的问题。所以这个技术问题，我认为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真的需要算法，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就不会有说你的算法有多厉害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中国因素啊。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因素有多大？中国因素占至少60%，超过一半。为什么？北京字节跳动在北京啊，你说一下啊。所以核心的因素啊，其实超过一半来自北京，因为北京不让他卖，他也没办法，他只能关掉它。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北京的控制力，就是中国的控制力，超过了川普总统，因为北京，它可以让它关掉，也可以让它卖，它的权利，它的对这件事情影响比白宫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方案是一个这样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解决北京的诉求，不是解决川普的诉求。川普现在等于是面临他是不是妥协的问题啊，这是中国因素啊，政治因素。TikTok 这个案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商业案件啊，当然它已经出发点就已经是政治啊。那么因为你知道啊，真正的收购者是微软啊，就 Oracle 只是打酱油，但是真正的收购者已经出局了，说明这个真的不跟收购没关系啊。那么 TikTok 这个案子已经成为了一种我们叫政治秀。川普总统一方面要通过这个案子来向美国人民展示，你看我把中国打倒了吧，啊，我把中国最大的这么大的公司卖给了美国的公司，你看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啊，我们不仅阻止了中国政府干预我们，威胁我们的安全，而且让我们美国公司赚了一大笔钱，而且我还能够让财政部分到一些钱，这个很疯狂，就是讲那个要让这个财政部分一部分钱，这个很疯狂啊！我不知道川普总统脑子里在想什么啊！你看这一箭双雕啊！而且如果这件事情是他打电话给 Oracle 的老板的话，你看我还跑这个话当然不会讲，我暗爽一下，就是你看我还便宜了我朋友，你肯定吗？对吧 ？Oracle 在白宫的这个压力之下，他肯定是使劲压价嘛，对不对？美国公司肯定不会出高价的，因为你要不就是零，我凭什么出高价？就是说之前微软是出价250亿美元，那对那个北京字节跳动当初期待是800亿美元，那中间差了多少呢？这就是美国公司通过这个把它价格压下来，这肯定是捡便宜嘛。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就是说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我就让你卖掉，不是这个问题，是吧？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方案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看，这是一个政治因素啊，政治因素就是川普总统要做一场秀，秀给美国人看，这跟川普总统的性格很吻合，就是我要赢，我唔衰得。我永远都要赢，赢给美国人看，我帮美国人看，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交易者，就是他一直在标榜这个啊。这个方案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政治利益没有了，川普总统没办法获胜啊，这个方案最大的缺点啊，这是没办法获胜。只有经济利益，就是美国公司也好，他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其他也好，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获得利益啊，只有经济利益。当然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只要不关，他在选举上的代价也不用付啊，就只有2个好处，但是最大的好处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算对川普来说，这是个次好的方案啊。对川普来说，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就是卖给 Oracle， 整个的卖给 Oracle， 这是最好的方案。现在的方案是不卖给 Oracle， 让 Oracle 去管它的数据库。哎，这是个次好的方案，因为他没办法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啊。这是大体上这件事情，大体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尽快的讲完啊，讲第2条线，总的方案，总的方向就总结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这件事情，我的评价就是一半一半，就是可能白宫有可能接受，就是对川普总统来说有接受的诱惑。就是他不需要付出选举的成本，然后美国公司也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是他的政治利益就获得不到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就不知道他怎么想。川普总统不可预测啊，他在经营这个形象，他的确这次也没办法预测，一半一半吧。啊，这件事情大体上这样。另外一个。中国正在监控全世界啊！这件新闻是怎么来的？现在这个新闻已经通天了，就是这个新闻已经分享到了整个的西方的主要的媒体，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媒体联盟已经共享了这条新闻，全世界都知道，都在报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件新闻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澳洲有个记者 ABC 的澳洲记者，他不是从那个有一个从北京逃回澳洲啊，就是这国安找他谈话等等搞了一圈，然后最后他这个连滚带爬跑回澳洲，跑完澳洲之后他就爆了一条新闻出来，什么新闻？就是有一家公司叫深圳振华数据公司，它有个数据库。他拿到这个数据库，其实是一个美国人拿到了一个数据库，找他跟他联系，他把这个新闻爆出来。这个数据库叫什么？振华数据公司。这个数据库里面有240万个个人信息啊。这个数据库名字叫什么？叫海外关键资讯数据库啊，资料库。这是个情报系统。这个情报系统呢，是专门给解放军用的啊，解放军用。还有给这个国安情报部门用啊，他是我理解哈，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我理解是深圳这家公司呢，在全球有20个数据收集点啊，数据收集点，他用这个我们叫机器爬虫啊，机器爬虫去爬什么呢？推特啊，所以你的数据可能在上面啊，推特、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 YouTube 啊等等，包括 TikTok， 还有新闻报道、犯罪记录啊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公开的媒体跟个人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它全部爬完之后，用大数据来整理，然后再用什么人工智能再分析到什么呢？哎，这里有一条王坚的信息，哎，这里还有一条王坚的信息，
哎，这里又有一条王建信，哎，这个王建跟谁在一起，有张照片，这个跟谁又在一起，打了个电话，这人跟谁有一个在推特上有聊天记录，他把所有的这个人有关的资料全部整合在一个人身上，他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出生日期你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家庭情况、照片，还有你的政治立场、你的亲戚、你的社交媒体的 ID、你的职业生涯等等，全部都抓到一起可能我的数据也就在里面，就是所有的它大部分来自公开数据，但是它也有一些不是公开信息，比如说银行的资料什么的，这里面他就把这些整合好了以后呢，他给每个人建立一个就是一个文档档案，每个人建一个档案，就240万个档案，吓死了吧？就是西方人对这个根本就不可接受他就对每个人进行监控，实时更新，抓到了，哎，王健今天又发了一条推特，抓过来更新一下，哎，这个王健又出去跟谁见了个面，又发了 Instagram， 又抓进来，他就实时更新监控每一个，他当然他有些重点监控他还包括什么？包括健康资料，你想一下，他肯定有一些我们叫暗数据心理评估报告肯定是黑掉了别人那个是这个心理诊所什么的，法庭诉讼记录还有一些封闭系统的求职信等等，很多，非常多。振华这个数据库出来以后，然后他们就说就这个这个记者拿到了这个数据库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分析，对这个数据库进行分析，找人来分析。有一个情报机构的情报分析师说他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量，是什么量呢？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前夕 Facebook 的这个个人资料，通过 Facebook 的个人资料获取大量的信息。然后现在的这个数据库呢进步了，它进步在哪里？它就是 develop， 就是发展了，就用人工数据跟人工智能跟大数据来不断的更新，然后不断的创建新的个人文档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新的情报方式，也是新的监控模式，也是新的这个舆论控制模式，就是你可以非常有针对性的进行监控和影响。然后它呢，不仅证明了中国的网军对于开放网络社会的这种威胁，它的监控的细节和它操作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大家还记得这个有个叫剑桥分析嘛？剑桥分析就是大选，2016年大选期间，就是剑桥分析，有家公司叫剑桥分析，他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监控和舆论影响的这个案子那么这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网军网站威胁的这个一个关键的案例。西方世界是这样，西方世界的逻辑很清楚，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指控，我一定要有证据。其实呢，我们不用太多的情报，我们都可以知道，我做的这儿我能告诉大家，中共肯定在监控全世界，这件事情就是这种类型的事情一定是大规模在做，花的钱也不多然后但是收效很明显，这件事情这个深圳振华在全世界有20个点收集数据点，那你想一下，这仅仅是一家公司，而且是一家深圳的公司，还不是一家北京的公司，真正的核心的公司一定在北京，不在深圳。你想一下，一家公司做这样的数据库卖给谁的？一定是卖给解放军、总参六部这个国安、公安、这个政协做统战工作，你一定要有数据政协
这个统战所有的这都需要。你在哪？你在深圳能卖吗？肯定卖不动啊！你一定要跑到北京去啊！所以这公司通常会集中在北京、深圳这家公司肯定是个小儿科，对中国来说。但是中国这个240万，西方已经扛不住了，已经觉得这魂飞天外，那真是吓得魂飞天外。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那里头，或者你不知道你已经被监控了多长时间啊？讲讲这个深圳振华数据公司首席行政官叫王雪峰，他曾经任职 IBM， 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事情不断的曝光会影响什么？这会影响中国人在海外这些职业前景。为什么？这些干坏事的人全部都在美国的大公司干过啊，学好了技术就回去干大坏事了。然后这个王雪峰还在网上各种吹嘘啊，什么超限战各种吹嘘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还有一些资料啊。然后这240万的数据，他们对这个数据库进行数据恢复，就恢复了25万的数据啊。这25万的数据库啊是怎么个结构呢？是这样，52000名美国人的数据啊，35000名澳大利亚的数据，1万名印度人的数据，9700英国人的数据，5000加拿大人，2100印尼人，1400马来西亚，138巴布亚新几内亚。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恢复的这个25万条数据里面是一个这样的构成。然后呢，因为这是个澳洲的记者，他就仔细的去分析这个35558名澳大利亚人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非常广泛，有联邦政客，有军官，有外交官，有学者，有公务员，企业高管，工程师，新闻工作者，律师，会计师，有亿万富翁，有前首相，有这个商业人士啊，还有他的这个数据库里面把656名澳大利亚人列为特别利益和政治暴露啊，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他这个名单有一些名单啊，现任维多利亚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有退休的海军上将，有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啊，你不要以为那里面就不会有你，一不小心你的名字就跑出来啊，小心一点。驻华大使啊，然后是前塔斯马尼亚的总理。外交部长，前外交部长 Bob Carr， 歌手啊，然后民主党的主席，前工党议员，新闻集团记者，美国广播公司就是 ABC 的总监啊，不知道他到底是朝着哪方向，不好说。然后呢，这个数据库，是谁拿到的？这个数据库是这个一个叫巴尔丁的教授拿到的，他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巴尔丁教授，然后一直干到2018年，然后就离开了中国，他拿到这个数据，他这么说，他说中国绝对在国内和国际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监控体系。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来监控全世界啊，他们主要利用的是什么？公共资源，但也有非公共资源。他说：“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监控、监视和寻求影响力的最大的威胁。他们不仅仅监控自己的公民，他是在监控全世界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啊，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就这个不意外啊。这个我老实讲，对中国人来说真不意外啊。中国政府干这个事情，而且你想，这个深圳的公司规模不大
那么真正的大规模的公司应该是在北京就是应该是这样，抓住了证据，在西方的世界当中，这件事情有证据出现在咱面前，就像这像什么呢？这就像新疆新疆的集中营，新疆的集中营之前一直有消息传出来，但是在西方世界影响并不大，为什么？因为没有证据。后来《纽约时报》拿到一个文件，就大家知道那个就是关于这个训练营，他们叫训练营，训练营的培训资料拿到了一本100多页的一本培训资料，其实就是训练营的教材所以的培训营它其实就是每天怎么洗脑怎么洗大概就是一个这样，拿到这就证据拿到了。这件事情就真正的曝光，应该读曝光，但是大家都叫曝光。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其实中国监控全世界这件事情不用证据我们都知道，但是在西方世界有了证据，事情就不同，这是一件大事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一个是 TikTok 未来就是它现在的可能性就是50-50，白宫有可能接受这个方案，就是由 Oracle 接管它的数据库，然后买一部分股权，但是不卖断这个方案。那么川普总统看川普总统到底怎么想50-50。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监控全世界的证据出现了全世界都在报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件大事。OK，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我这里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广告非常的密集，我一直认为我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我就一直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广告非常的高非常的多。我也问了很多人，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个算法，就是算法什么呢？就是你的节目你的网友比较热情，所以系统呢就根据你们的比较热情的网友呢，就给你更多的广告。它有一个这样的算法，这是根据算法来投放，也不是平台故意坑你。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办法，去减少这个广告的数量。我们现在上个视频我们操作了一下，那我们这个视频我们也会操作一下，就是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广告的数量，给大家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种这个观看的感受。在此之前呢，我们真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我们尽量的做请大家留意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那么之前给很多网友一些不好的体验，非常抱歉因为那是对于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的一个行为好吗？请大家谅解好吗？ OK， 好，我们希望就是在此之后能够尽量的给大家减少一些，我们尽量的努力减少一些广告，让大家更舒服，看得更舒服一点。 OK， 您谢Sophie 萌，谢谢归人111，谢谢。如果这种操作成功，以后微信什么的都把数据库交给甲骨文，问题就解决了。这口子一开，后果很严重。我觉得川普总统未必会接受就是他经常很有意的让大家很意外，所以我猜我没有依据，我猜，我就直觉猜，我觉得川普总统可能会不接受艾菲流，谢谢，请大家点赞给王先生节目支持，这就是支持自己，谢谢。贝拉玛，谢谢。王老师好，觉得疫情是地球自我纠正模式启动，中共在邪恶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疫情终于让大家清醒过来，非常正确疫情让大家清醒过来这件事情非常正确姥姥王，谢谢。老师好，大家好，还需要住在旅店一段时间，
等新家布置好才能入住，挂念大家。说我们坏话的除外。OK， 好吧。邓丹谢谢，三门高谢谢，王老师早上好，今天心情非常沉重。刚刚1小时得知我国内的亲表弟在工作中给高压电击伤，目前生死未卜。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希望你保持乐观吧。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什么事情保持乐观吧，等结果看了再说好吗？阿绿谢谢观点看是观点，今天换新背景了，画面景深分明，三色空蒙，意境深远。今天的光线、声音、背景、色调、大小比例都是目前最好的。观点小熊猫回归就更好了，毕竟是熊猫台嘛。OK， 小熊猫回归了呀，我挡住了吗 ？OK， 我挡住了，原来 OK。观点玩数据库，哎呀，我这个怎么办？这个太近了，我看OK， 我下次放个更好的位置，好吗 ？OK， 观点玩数据库及演算法的老祖宗都在美国。TikTok 的价值在于演算法的精确推送，尤其对奶嘴乐的阶级而言，这种推送是建立在侵害隐私权的基础上。北京害怕出售的原因是海外版的演算法加入了政治服务的证据，只要出售一定会曝光出来。这个我同意，非常同意，我一直认为这是关键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不想让它卖的原因，也是北京不想把这个算法放进去的原因观点 TikTok 的做法其实跟大使投稿是一个操作模式，收购 TikTok， 中共同意卖，美方可以接管源代码，一查中共操控全世界的把柄就交给美国了，不卖呀，呵呵，非常正确，我也是这么认为。观点数据库托管给美国公司也没用 ，TikTok 的技术人员要继续维护，就必须接触数据库，只要这些技术人员还能插手接触数据库，后台数据就免不了流到 CCP 手里。有办法，是有办法的有办法的，不完全没有办法，有一定的办法，但是诚心你就不好说了，对吗？观点 TikTok 的分拆意味着新技术、新资本逃离中国的开始。逃离中国还不算 ，TikTok 不算逃离中国。先 TikTok 这件事情是川普政府搞起来的所以还不算他逃离逃离是个主动的行为 ，TikTok 这件事情是个被动的行为。观点川普应该不会同意这个方案，如果同意了，那么抖音会在选举最关键的时候对美国用户推送不利于川普的信息，也就是对美国人进行短时间的强制洗脑。我觉得是这个因素也很大这个因素也很大，但是不好说，真的不好说。现在你只能猜一下可以猜一下可以。观点 TikTok 将数据库交给 Oracle 以后，中共必定会命令 TikTok 对美国不断进行颠覆活动，让川普不断的被牵着鼻子走，因为中共已经从病毒世界中总结出攻击川普的超限战模式。攻击嘛，不断的进行颠覆活动，那交给他以后怎么断？那你会被 Oracle 管数据库，那很清楚你干什么，你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知道，所以交给 Oracle 之后没那么方便的了观点信息战在未来非常激烈，台湾受到中共信息战的渗透很深，平均每月受3000万次黑客攻击，台湾政府也因此非常支持资安产业，就是信息安全产业预计2025年达到800亿规模，希望美国早日觉醒，加入新战场。国与国之间的间谍行为大家是默认的，只针对相应的机构，但是中共监控全世界人民，
窃取各种商业科技的专利，从事颠覆策反，这已经远远超出底线，非常正确啊，这是非常正确。就是说，大家的底线是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会发生情报战，情报战是情报机构跟情报机构对垒啊，这个是它只限于情报领域啊，情报领域就是说间谍跟间谍之间的间谍战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中共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间谍职业间谍的范畴。它已经是全民动员了，人海战术了，就是各个层次的职业间谍、大外宣、核心层、非核心层、外围、群众组织的外围，那就去搞人海战术，这已经超出正常的国家。你想一下，中国有2个法，一个是情报法，一个是国安法，这2个法就已经把全民绑架了。全民绑架。观点，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指9月6号，余茂春在安徽寿县的老家，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声讨余茂春汉奸。会议室墙上挂着愤怒声讨汉奸余茂春，开除余茂春族籍，驱逐出族谱的标语。看完新闻，我只想起王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文革在中国从来没有离开，也从未结束。这个新闻我看到啊，推特上面有啊。我在推特上做了个回应，我是怎么回应的呢？宗族在中国已经被中共消灭掉了，中国已经不存在宗族啊，没有宗族这回事。族籍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宗族来的。你只有宗族，你才有族籍。宗族是什么？宗族就是一个家族，它有族长，每个家族都有族长。族长就是那个人，这个家族里面年龄最大、辈分最高、声望最高的那个人叫族长，家族的族长。然后他有族规，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组织。宗族是个组织。它是替代了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功能，它有养老功能，它有教育功能，它有司法功能，就是仲裁功能，它有很多这个，甚至它有内部的融资行为，都有很多行为。中国的社会是宗族社会，就是为什么县太爷8个衙门，8个人的县衙门能够管一个县，原因是什么？这个县不是县太爷在管的，其实都是由宗族管的。中国的社会，农耕社会其实是由宗族来管理社会的。共产党上来之后，其实宗族社会在近代已经被破坏，正在被破坏。但是中共来了以后，就直接消灭掉，族长都枪毙了啊！所以中国已经没有宗族这个东西，这个事物了。如果没有宗族，连族长都没有，哪来的族籍呢？是吗？你开除谁的族籍？你们这几个老东西，你自己的族籍从哪来的？捡来的吧？你有什么资格开除他？你连族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在推特上我就这么回了一下啊。所以中共要做事情就是实用主义，拿来就用，宗族就是被他们消灭的啊。提问：如果我们网络激进分子是不是不能长期用一个账号，不然经过网络筛选都会成为信息的囚徒？哎呦，这个很激进的说法。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网络激进分子，我不是网络激进分子。信息囚徒是什么鬼？我看不懂，你能解释一下吗？发到后面好不好？信息囚徒是什么？我知道我理解有另外一种意思，但是你说的这个信息囚徒是不是那个意思呢？你说说看好不好？问题，王老师点评一下美国大使离任的事情，我觉得跟人民日报事件有关系吧。
大家看一下我们前2天的这个专题，就是讲美国大使投书给人民日报引发的一场外交战这场外交战，这个美国大使离任，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别的原因观点家提问：目前中国外交千疮百孔，让我想起了美国打伊拉克战争期间，当时伊拉克的外长也是咄咄逼人，口若悬河，一度成为外交明星。但美军一旦攻下巴格达，萨达姆下落不明，这货第一时间和儿子坐飞机去了美国。我觉得王毅这个时候着急成立一个虚幻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还高调的亲自去揭牌，是不是有未来推卸责任的嫌疑？将来某日一到，和伊拉克外长一样跑路美国，王老师同意吗？我觉得王毅更可能会跑路日本吧，他是日本的驻日本大使，在那边可能经营的根基更深一点，我觉得跑路美国，可能性不大是仇那么深Patron 的提问提问王老师可否说一下怎么发问才能赢得王老师一句好问题呢？我觉得对王老师来说，观众知道怎么提出好问题，也是提高互动品质的一个关键。希望王老师赐教。好问题好问题有几种问题是好问题。第一个，一下子抓到问题的关键把这个问题问出来，这是好问题，就是能够抓到问题的关键。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大部分人遇到一件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做到的就是抓到这件事情的核心关键是什么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好问题，第一个是从关键点开始问，这是第一个好问题。第二个好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独特的角度这也是好问题这是第二个好问题。第三个好问题是我想说，但是又没机会说，没有人问你正好又问到了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说的问题，这是好问题，这是对我来说是好问题就是大概是3个好问题，好吗？提问王先生在2019年7月19号的节目《中美贸易战的赢家不是越南》中提到，越南要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还有很多困难，但是昨天的节目中王先生表示十分看好越南，是否未来1年王先生对越南的前景发生了质的改变？是的，我在那个节目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中美贸易战是有一部分企业因为中美贸易战就把产业链迁到了越南，但是这个规模并不是特别大实际上这件事情持续的在发生我认为真正的最大的赢家是台湾台湾回去的是什么？台湾很多大厂电子厂，那电子厂几千人的大厂，而且它是生产关键部位这种大厂回迁台湾，它一家这样的厂有几百家配套厂跟着一起回去然后就带动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景气度，这个影响比越南获得的好处要大得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有一些情况的就是发生，它只是一个初期阶段，它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中美之间只是贸易摩擦，它是只限于什么？只限于经贸领域那么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南海的政策是什么？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而且中美之间已经不是一个贸易摩擦的问题，中美之间是进行全面的对抗，而且这个对抗的力度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所以美国需要什么？盟友。越南就成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所以美国会扶持越南。
所以越南会被看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没有别的，就是美国支持你，基本上你这个国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家记住一条，美国支持的国家都活得挺好。那你比如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把欧洲扶起来了，从二战走出来，美国对你好，欧洲就起来了。美国有个日本的马歇尔计划，日本也是从二战恢复起来，然后打一场韩战，日本就起来了。所以美国对谁好，扶持谁，谁就有前途。这就是基本上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的经验，就是这个。所以我看好越南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做出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在当时条件下的判断，它不是一直管下去的。那么随着条件的变化，我们这个判断也会不断的变化。所以有句话叫什么？你不要用昨天的王建打败今天的王建，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看法会不断的变化，这就是新闻。我们不是去赌博，赌博你叫什么？买定离手，我就买定了，我就是一离手就看结果，不是这样的。新闻是个过程啊，新闻是个过程，好吗？提问：中共党校蔡霞教授在访问中把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切割，把太子党与红二代切割，王先生是否了解此事？对此有何看法？这里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你在推特上可以看到啊，有2票人在疯狂的咬蔡霞教授啊，2票人，一票人是谁呢？一票人就是大外宣，疯狂的咬，另外一票人呢就是政治洁癖者，我就把他们叫政治洁癖者，就是说他觉得呢政治呢必须纯粹，就是你要反共可以，你必须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你才能反共。反共不是谁都可以的，你不能这头吃的中共的，这头又来反他，不行啊。所以呢，这就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在疯狂的咬蔡霞教授，就是说觉得你当初是共产党的人，你就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你不能去反共，你没有资格反共。这2批人我都很不耻啊，不耻的原因是什么？不耻的原因是你管他是谁，他说的对不就行了吗？他讲的有道理不就行了吗？谁讲的不重要，重要的他讲的是什么？这是第一条我要讲，我这是第一个我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个问题是好问题，我想讲没机会讲啊，今天让我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蔡霞教授的看法，是他作为一个中央党校的教授跑到海外来，对他的过去，对中共的过去的一个反思的结果。他的思维的框架仍然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可以理解，我也挺欣赏，就是作为一个中共党校中央党校的教授，他能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不容易啊。但是我基本上不同意啊，虽然我很敬佩他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仍然不同意。为什么？习近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习近平管理的共产党。太子党也好，红二代也好，他们是包括中共的高层也好，他们都是共同利益者，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啊，他们有不同的利益点啊，他们不同的利益点就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啊，他们之间有权争，但是没有路线之争，也没有根本利益之争，所以我会把他们看成一体，我会把习近平、红二代、什么叫太子党，还有中共高层啊，我会把他们看成一个集体，这就是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切割不了，没法切割。
习近平坐到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一票人的支持，他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他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习近平就会掉下来。所以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说我作为一种策略，可不可行？可行，但是认识不能够这样。你作为策略可以，但是我认识我不同意啊。所以我跟蔡霞教授的看法有不同啊，有不同，但是我完全支持他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好，非常棒啊！就是说，大家要知道，我们对待善意不能挑剔。就是你一个人在做一件好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小学生去扶这个摔倒的老奶奶，哎，这是个好事吧？是好事，你就不要挑剔他扶的动作利不利索，姿态优不优美了。你说呢？如果这个小学生在力气有限嘛，是不是？他总是有很多局限的嘛，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你本人。所以我说那些政治洁癖者人，有政治洁癖的人，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你看看你自己脸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什么，好不好？所以，而且这两类人，我说大外宣跟政治洁癖者分不清，经常为什么？像疯狗一样咬，我觉得他们咬中共都没有咬蔡霞教授那么狠，所以这件事情我是非常愤怒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正好可以骂一下，疯狗一样啊。情况，国内用户在互联网上的隐私形同虚设，非常正确。中国的所有的 APP 啊，所有的 APP 都是窃取用户信息的，所以中国反正我手机里面现在是没有中国的 APP 的，我全删了啊！我建议大家也全删了。观点：一个身份证号码，一个手机唯一识别码，一个手机号码，其实很容易被定位到，比如之前的绿色码升级为现在的文明码，实际上是数据维度扩展而已，非常正确。提问：西方国家知道了中共在大规模监控全世界之后，从哪些手段制裁中共？西方世界在网络上有哪些底牌？谁看到这个新闻谁最高兴？蓬佩奥啊，对吗？你想一下，谁最高兴？蓬佩奥最高兴。蓬佩奥不提了一个叫干净网络倡议吗？这不就是为干净网络倡议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理由吗？OK， 我回答了好吗？提问：王老师有没有听说过 AI 界大牛 UCLA 终身教授朱松纯回国去清华大学组建新机构？这些年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饶峰，王老师怎么看？饶峰已经回去好多年了吧？这个朱松纯也回去了一段时间了吧？这个不是现在的事儿吧？这些人为中国的很多的追赶的这个步伐提供了条件，但是这些人回去个3-5年就没用了，除非千人计划还有效啊。如果千人计划没效，这些人回到中国去，他和美国的科技生态脱钩，他回去之后，其实他跟美国的科技生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中国才能够混下去。如果美国真的一刀切下来，就是美国的那些人不敢跟他们说什么了，那也就3-5年的货，就3-5年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效果了。你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发展新的东西很难，为什么？没有生态啊，没有生态你不知道往哪长啊。情况，据传我们陈家族以前走到哪，只要找到陈家的祠堂，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住宿、食物以及一定的盘缠。宗族就是这样嘛，宗族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管理模式啊，它以血缘为纽带，然后它有道德，以道德为这个支撑啊，维持整个的宗族的运行，每个家庭都要给钱的
那就是税啊，交税。然后他拿到这些钱，还有田，宗族他有自己的田，有自己的产出，还有捐款。宗族里面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会捐款。捐款干什么？比如说有些鳏寡孤独，什么叫鳏寡孤独？那么就养他们老，就请供他们吃，供他们住。有些办学，宗族办学啊，那么宗族里面的孩子就在里面上学。所以以前衙门哪有教育局？没有教育局，只有学监。大家有这么多个学校，我就走看看各个学校你教的对不对，教的不对我指出啊，你再不听话就关掉你，就这个意思啊。就宗族是很重要的，这中国社会的运行的基本单元就是宗族啊。情况，安邦保险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解散公司，今天成立清算组。就是要这样嘛，就是不听我的，那就让你完蛋，就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啊。情况，东莞很多台资产业，特别是规模高科技的产业早已经转移了，如代工耐克的豫园鞋业，豫字不是这个豫啊，豫是富裕的豫，元是元朝的元老的元啊，豫园鞋业。但是10万人的鞋厂啊。观点 ：CCP 对国内知识分子的打压是从毛开始的，使得国内知识精英失去了学术的独立性。正是由于学术没有独立和自由，才使得国内经济技术没有独立和自由，长期以来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非常正确。情绪，我对王老师对蔡霞的评论，让我对王老师又崇拜高了一个层次。OK， 谢谢。观点，今天整个画面的安排达到完美，设计效果已经和王生的节目水平相匹配。王先生对节目之用心让人感动，感谢你。林谢郭庆，谢谢。OK，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点赞哦。